王一博是酷盖，人尽皆知。他不笑的时候，看起来有点高冷，实际相处下来，原来还挺搞笑。近期，王一博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上映，截止目前，上映5天拿下5亿票房，成绩显著，好评如潮。众位主创人员纷纷参与到路演，各种的爆料花絮，着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是非小队的魅力跟威力，正气凛然的一面，严肃认真的一面，还有喜剧人特质的一面。很多人说这个剧组是个宝藏吧，是非小队人人都是喜剧人，从胡军带队到是非小队成员，画风应该是硬汉的钢铁直男，实际上一群拥有喜剧天赋的搞笑人。路演刚开始都挺一本正经，后续很多人发现他们在分享拍戏过程中的故事，怎么感觉都这么好玩，突然发现剧组演员都是搞笑的，原来最实诚的人是导演。这部剧刚开始的节奏是欢快，充满笑点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搞笑，让人常常捧腹大笑。剧中的高英俊扮演者卜玉，采访中透露了好多细节，真实还原了王一博，终究是我们错付了他的脸。原来高冷的王一博，私下是个挺好玩的人，酷盖主动社交，也是有种搞笑了。卜玉说，王一博刚开始看起来挺高冷，所以给人有点距离感，因为王一博稍晚一些进组，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，主动过来聊天。结果他们是非小队有个群，所有人居然都没好意思主动加王一博微信，更别提把他拉群里了。直到第3天，王一博憋不住了，主动问卜玉，听说你们有一个群，方不方便把我拉进去？后来的故事就是非常和谐的相处，带着大家健身，带着大家用手吹哨，欢乐的氛围就此展开。高冷的王一博这个人设终究是表象，自己都装不下了，因为关注王一博的人早就把高冷跟酷盖的人设给抛之脑后了，粉圈里他是处处有些可爱，自己人养儿的待遇。好多人说他是可爱的，听剧组同事的分享，发现他是搞笑的，好多人眼里的他就是个普通的大男孩，不苟言笑，笑起来很甜，自己时不时偷笑。采访中，有人说王一博可不是外表那般高冷，整个是非小队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好几个月，彼此的关系逐渐熟悉。王一博跟同事体验旋转机，自己的牙齿碰掉了。王一博说，我看到一个东西从我面前飞出去，之后就是王一博帮他满地找牙。王一博很接地气，并没有因为自己爆火，带着偶像包袱或者明星光环，而是踏踏实实做事。导演说王一博的剧本上面都是各种颜色的标签，有自己写的感受，表示自己想要收藏他的剧本。剧组同仁说，他健身都带着大家内卷，经常第一个出现，由此可见，王一博不但自律还认真，整个剧组的氛围特别和谐有爱，好多人都在说难忘，能够拍摄到这样一部作品三生有幸，还能遇到这么一群有趣的人，值得感恩。我们也想说，这部作品让我们了解了是非人，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强大，我们更需要感谢。电影是传播情绪价值的，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成为5亿档最大的赢家，笑点跟泪点并存，让你沉浸式体验了主流电影也可以这样好看。本以为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，没想到看了之后，我居然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太懂得调动人的情绪了，拿捏了大家的情绪出发点，确实厉害。这部电影2种格调围绕着主演王一博饰演的雷雨展开。第一种格调就是坑蒙拐骗的搞笑方式，胡军饰演的大队长张挺说服他去当是非人，开出诱惑雷雨的说辞，想不想开隐形战机，成功吊住了这条一头热的小白。只想说，孩子你太嫩了，还是被老狐狸给成功拿捏了。第一次试飞，满怀期待上战机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开的 K8V， 小白清醒了，自己原来是被骗来的。搞笑的是，自己还很不争气的在战机出现问题时，不得不选择跳伞，这一跳，改变了他此后的选择，也让他迅速成长。虽然从天而降，掉进了羊圈，十分狼狈，看着搞笑，实际就是很搞笑。曾经我们对于王一博的认识，偏偏公子气质，应该演不了这种接地气的角色，这次却不同。看他掉进羊圈的模样，灰头土脸的形象，坐在驴车上，自己丢人却保持高傲的姿态，
都表现出来了，我们被带入了，王一博演成功了。外界这次看王一博的表演，估计黑屏也会减少很多，确实颠覆了我们对于他的认识。他并没有被自己的形象给限制住，反而可塑性很强。他可以严肃清冷的蓝忘机，可以正气凛然的陈宇，可以翩翩儒雅的百里弘毅，也可以是现在的雷雨。不错，王一博身上还真有点喜剧人的搞笑特质在，他并非帅到所有人的心坎里，却能触及到你的笑点里。第二种格调就是主打敬畏式感动。张挺大队长的牺牲，胡军收割了全剧第一个泪点，是非人的最后一眼，让人开始敬畏这个群体。这也是让剧中雷雨迅速成长的转折点。这部影片的格调，从前期的接地气的欢乐氛围，到提升格局，就是从这一刻开始。王一博的人设在这里很丰富饱满，感情戏的带入其实是一个亮点。剧中王一博跟周冬雨的感情戏是有故事原型的，很多人感觉不应该加入感情戏，很尬。可是如果你知道真实故事，你就不会这样说了。现实是雷雨最后的结局是牺牲了，遗言是想对自己的女朋说我爱你。是非人并非只会开战机，他们还是技术型人才，专业度远非我们可以想象的。他们的感情谈得比我们艰难，与蓝天相伴，带着蓝图上蓝天的一群人。而他们的家人总是在每次是非时提心吊胆，每一次都是生死离别。一部电影，两种格调，前面你笑得有多大声，后面的眼泪就有多不值钱一样，哗哗的掉。都说王一博用两部电影，成功在电影圈站稳了脚跟，不可否认，他在这部剧的表现的确不俗。从五一档电影开始预售期，《长空之王》就是当之无愧的冠军。没有哪一部电影能够在如此大盘、不知名导演的带领下拿到1个亿的预售票房，除了王一博的作品。正式上映也有快5天了，五一休息的时间也即将过去，大部分人即将重新迈入职场工作，留给影迷们自由观看电影的时间也不多了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，长空之王的票房却逐步在与第二名的差距缩小。粉丝们能够理解长空之王并非是一部喜剧，不是那么得在第一时间吸引人，但这并不是有些人可以在平台传播盗拍的理由。当五一档的电影中，只有长空之王被盗摄，这不得不让人猜测这场风波只针对长空之王。当有些人可以从手机里看到长空之王后，他们根本不会再去电影院看了。于是，在有粉丝装作路人去询问长空之王资源并得到了盗摄的链接后，一场维权行动开始了。盗录盗版，在电影上映期间传播电影资源，会对电影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，不利于电影业的可持续发展。早在2015年，我国有关行政单位就已下发过关于严厉打击盗录、盗播影片等侵权违法行为的通报的有关的红头文件。影片版权受国家著作权法保护，盗录盗播要依刑法给予严厉制裁。粉丝们做得对。粉丝举报盗版过后，随即长空之王的官博发布了一则对违规影院停止提供密钥的声明，原因自然是因为影院没有如实按规上报票房，如若通报的7个电影院总共有8000万的票房，上报的却只有4000万，那么长空之王就白白损失4000万，其他全被影院违规卖下，票房又依次减少。长空之王这边遭遇违规拍摄并传播，那边遭遇影院私自瞒报票房被停密钥，而同期电影也在进行着注水追赶。同样一座影城，用一天晚上22点50分买票观影的人只有2个，这在大家都放假可以白天观看的五一档并不稀奇。然而到了22点55分、23点整、23点05分、23点25分、23点半，甚至在下半夜，场场爆满，这些夜半时分堪比黄金档。同一个电影院只需要时隔5分钟安排一场，就可以达到如此效果。想必其他电影院也可以依葫芦画瓢的排片了，毕竟人家电影的受众都是在白天排片正常的情况下不看，非要夜半来呢。如今的长空之王虽然依然是五一档的票房冠军，口碑也是节节高升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这部作品是否还能卫冕五一档票房的最终冠军，着实是有点悬啊。看了盗版的电影后，还有多少人愿意再进电影院？已经进入电影院观影，
却有诸多票房被瞒报，这还只是发现的影院，没有发现的呢。大半夜开始注水，晚上11点开始影院满座，这种飞速增长的票房，又怎么是真人比得过的呢？一切未成定局，还是加油吧，长空之王值得是冠军。